我散开！散开！苏老来了，快散开！报，大当家的那个白发老头来了，就是杀了二当家的那个，带了200人，全副武装，就在寨门外50丈。老头，你带兵来我清风寨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老朽是来投靠你的，带着这200个兄弟，还有这匹汗血马。投靠我？你一个官府的大将，带200官兵来投靠我这草寇？老头，你当我3岁小孩吗？老朽现在已经不是官府的人了，他们正想要老朽的命，老朽已经无路可走了。你杀了我的兄弟，伤了我那么多人，现在说投靠就投靠，你觉得我会信？尤寨主，倘若你不收留，老朽只能让兄弟们拼死一搏，杀进清风寨，自己当这个大当家的。到那时，可别怪老朽手中的刀不留情面。你觉得你剩下这100号残兵挡得住我这200火头军吗？大当家的，咱们现在骑虎难下，若能招这老爷子入伙，实力大增，或许还有一线生机。唉，开门，请老爷子进来。攻！大当家的，您看出来没有？他们没尽全力，喊得凶，打得虚。3000精兵若是真打，咱们撑不过半天。可现在雷声大雨点小，倒像是在做样子，演戏给谁看呢？苏老头，外面那些官兵是怎么回事？你不是说来投靠我的吗？怎么官兵跟着就来了？3000精兵围了我的寨子，打又不真打，退又不肯退，你到底在搞什么名堂？你到底是来投看还是来招官兵的？刘寨主觉得他们为什么不真打？我要是知道，还用问你？你给老子说清楚！因为老朽在这里，有老朽在，他们攻不进来，他们不敢真打。你是说那些官兵怕你，3000人怕你一个人？刘寨主，等时机到了，你自然会知道。现在还不是时候。骑兵总兵大人，苏沫带着火头军入了清风寨，周都尉强攻几次都被苏沫带人挡来，无法破寨。先锋营损失了几10个弟兄。什么？3000精兵攻不下清风寨？周虎明是干什么吃的？他还想不想干了？爹，我就知道那老东西不是省油的灯，他仗着地形熟悉，硬是把周虎臣给拖住了。一帮烧火的能挡住3000精兵，周虎臣怕不是故意放水吧？他早就跟苏木穿一条裤子了。爹不能再拖了，他现在落草为寇，正好给了咱们杀他的借口。通敌叛国，死罪一条，谁也说不出半个不字。对，爹，再派3000兵去，我就不信6000人还拿不下一个老头。来人，传秦号。总兵大人，赵末将何事？秦号，本总兵命你再派3000精兵增援周虎镇，2天之内必须拿下清风寨，活捉苏木。我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总兵大人，末将以为此举不妥，3000精兵已经在外，再调3000，营中只剩4000人了。有何不妥？北敌大军就在豫州，离此不过100里。探子日夜活动，一旦主力外调，清河县空虚，谁来守城？当务之急是防北敌。苏木一个100岁老人翻不起大浪，请大人三思。北敌人离这儿远着呢，探子都说他们按兵不动。秦昊，我不是在跟你商量，这是命令，立刻派兵！你敢抗命，军法从事。末将遵命。到了清风寨，听周虎正的，打是要打，但别往死里打。周都尉知道分寸，你配合他就行。末将明白，悉做全套。出发！王爷，消息应该快到了，这一局棋咱们也该到了收网的时候了。急什么？下棋最忌心浮气躁。本王这一子落下去，徐世贵那颗棋子已经自己走进了死局。王爷运筹帷幄，末将佩服。只是那个叫苏木的老头，当真值得王爷费这么大的心思？其实，一个能3刀斩杀赤烈，一人追杀苍狼部数百骑兵班的老人，放在定河一支军队里，这样的人有时候能够胜过千军万马。必须先除掉他，否则他日战场上相遇，必是大患。现在徐世贵帮本王做了最想做的事，把那个老头逼上了绝路。一个好棋子就这么废了。王爷此计一石二鸟，既离间了大前将帅，又除掉了心腹大患，末将佩服。报，说什么情况？启禀王爷，
大前军中已生巨变，那个叫苏木的老头被总兵徐世贵以通敌叛国之罪下令缉拿，苏木拒捕，带着火头营200余人杀出军营，往北逃亡。苏木带着火头营躲进了清风寨，落草为寇。徐世贵派周虎腾率3000精兵追杀，将清风寨团团围住，攻了几次都没打下来，两边的兵都耗在那里了。还有呢？大前军营现在的兵力如何？徐世贵命秦昊再派3000精兵增援，秦昊不肯出兵，与徐硕在中军大帐激烈争吵，两个人差点打起来。但徐世贵执意出兵，最终秦昊无奈，只得又派了3000兵马，连夜赶往清风寨。王爷，现在大前军营中兵力空虚，正是我军进攻的大好时机。是，好，天赐良机，不可失也。徐世贵鼠目寸光，为了一己私恨，将猛将逼走，把兵力浪费在一个清风寨上，此等对手如何能与本王相抗？来人，请耶路齐将军来见本王。王爷，是不是要打仗了？本王命你则率领3万士兵连夜突袭大前军营，以最快的速度拿下清河县。王爷，末将这军调3日之内定将清河县城献于王爷帐前。不，本王给你1夜。好，1夜就1夜，末将去也。弟兄们，今夜杀入清河县，活捉徐世贵，踏平大前军营。金银财宝，大前女人，要多少有多少。出发！王爷，您说夜路将军天亮之前能不能拿下清河县？以杨俊智勇猛，率领我军3万精锐，加上大前军营如今兵力空虚，群龙无首，天亮之前必然传来捷报，拿下清河县，北境5州13城尽归我北狄。休整1个月，挥师南下，直取大前中原。这天下迟早是本王囊中之物。苏老叛逃的消息现在应该已经传到了，北狄人也该动了。将军，北狄大军出动了，3万大骑率领正朝清河县杀来，距离我军营寨已不足50里。来了，来人！立刻派人连夜赶往清风寨，通知周虎臣都尉，北狄人已经出动，让他和苏老按照原定计划，随时准备杀回来。拓跋汗，你终于上钩了！全军听令备战，今夜不是北狄人死，就是我们亡。戏演到这一步，就看北狄人上不上钩了。报！骑兵都尉，北狄大军出动了，3万大军由耶路齐率领，正朝清河县杀去。秦将军命你部按原定计划，随时准备回援。好，苏老的计策成功了。刘武，立刻集结队伍，3000精兵全部起来，随时准备开战。你去到清风寨寨门前喊话，告诉苏老，北狄人来了，咱们该准备杀敌了。拓跋汗，你终于上当了。大当家的，寨门外来了个兵，说要见苏老爷子。见苏老头？这深更半夜的，官兵怎么又来了？让他进来。苏老，周都尉命小人来报，北狄那边已经出动了。都尉请您即刻集结弟兄，随时准备出寨会合。追杀是假的，围寨也是假的，原来从头到尾，苏老都在演戏。回去告诉周都尉，老朽即刻集结火门营弟兄出寨与他会合。是。大嘴，时候到了，去把弟兄们都叫起来，整装出寨。是。苏老头，慢着，到底在搞什么名堂？大当家的，此番不过是借贵宝地演一场戏，引那北狄蛮子上钩。如今戏已唱完，老朽该带弟兄们回去杀敌了。之前多有打扰，老朽替火头营弟兄们谢过大当家的。你被朝廷通缉也是假的？这条倒是真的。那徐宗炳恨不得杀老朽而后快，老朽不过是将计就计罢了。那你为何还要回去？因为相比起杀北狄麻子，这些东西算不得什么。大当家的，这位老爷子真是令人敬佩的。哎，这么大年纪，想的还是保家卫国。被狗官迫害，被冤枉通敌，他却没想过报复，始终在想怎么打赢这场仗。咱们占了清风寨3年，杀了几个北狄人，护住了几个百姓，每天喊着替天行道，可咱们替的是什么天，行的是什么道？军师，大当家的，您说，从今日起，清风寨解散。大当家的您，把弟兄们叫到一起，告诉他们，我要去参加苏老爷子的火头营，杀北达人。军师，你跟了我3年，你若不想去，我不勉强。大当家的，您这是什么话？我孟子义虽非英雄，却也不是贪生怕死之辈。这一次，终于能堂堂正正做回英雄了。弟兄们，我尤忠义今天宣布一件事：清风寨从今日起解散。为什么？是不是官兵逼的？咱们跟他拼了！
不是官兵逼的。苏木老爷子今年100岁，被狗官陷害追杀，他来咱这儿演一出落草的戏，就是为了引出北狄人，保家卫国。100岁的老人家心里装的是天下，咱们20-30岁身强力壮，却躲在这儿当缩头乌龟。我要去投奔苏老爷子，去杀北狄人。愿意跟我去的站出来，不愿意的分了财物，咱们往后还是兄弟。大当家的，我跟您去。我也去，我也去，杀北狄蛮子。出发！总兵大人，不好了，北狄人杀来了！你说什么？北狄人？怎么会？爹，北狄人不是在豫州按兵不动吗？你看清楚了，真的是北狄大军，有多少人？离这儿多远？将军，至少3万人马，离我军营寨已不足20里。探子亲眼所见，千真万确。咱们营里现在只有不到1万的兵力，精锐都被周虎臣和张衡带走了，这怎么挡？爹，秦昊说的对，北狄人真的趁虚而入了。咱们把兵力都派去清风寨抓那个糟老头子，现在清河县空虚，这可怎么办？我明白了，我全明白了，这是苏木那个老东西和北狄人串通好的。他假装投靠清风寨，逼得本总兵再派援兵，目的就是为了调虎离山，让我军营空虚，好让北狄人趁虚而入。对，一定是这样。那糟老头就是北狄人的奸细，他从头到尾都是在演戏，我们都被他骗了。难怪他一个100岁老头能有那么大的本事，全是北狄人教的。爹，咱们上了他的当了。苏木，本总兵若能活着回到京城，定要参你一个通敌叛国、里应外合之罪。北狄先锋已到营门外5里，秦将军正在组织兵马迎敌。走，上瞭望台，本总兵倒要看看北狄人到底有多厉害。放箭！稳住！不要跑！稳住！这也太厉害了，咱们的兵根本挡不住。爹，快跑吧，再不跑就来不及了。慌什么？秦昊还在抵抗，未必。快收拾东西，带上2个少爷，从后营门走，立刻马上。爹，咱们去哪儿？回京城。此战已败，清河县守不住了。本总兵要回京禀报陛下，苏木通敌，秦昊指挥不力，导致北京失守。将军，徐总兵带着亲兵跑了，从后营门跑了。什么？跑了！总兵大人临阵脱逃，带着2个先锋将军往京城方向跑了。总兵都跑了，咱们还打个屁！完了，咱们被抛弃了。苏老，您什么时候回来？弟兄们，敌方军心已散，随我冲进去，踏平大前军队，拿下清河县！将士们，这一仗退无可退，随本将军杀出去，跟北狄人拼了！拼了！耶路齐，大前秦昊在此，拿命来！哈哈哈哈哈！秦昊，好，好，好！看本将军取你首级！秦昊，你也就这点本事，大前皇朝武将无能，连堂堂大将军都不堪一击，废物！耶律齐，大前还有人在，那本将军就先送你上路。杀！是苏老，苏老回来了。苏老。兄弟们，苏老爷子杀回来了，援军到了，随我杀回去，杀退北狄麻子！那是什么？大前的援军，是大前的援军！怎么可能？
他们怎么突然出现在这里？不是说他们在清风寨吗？那是谁？骑白马的那个竟然是个老头！大前没人了吗？白发白马，是那个人，是杀了赤烈将军的那个老头，就是那个3刀杀了赤烈的老头。杀！他不是人，魔鬼，那是魔鬼！将军，后阵被冲散了，那个杀害赤烈将军的老头杀过来了，弟兄们顶不住了。来得正好，吹号，收拢5000骑兵，跟本将军去会会那个老头。老头儿，你很能打吗？当兵打仗那是年轻人的事儿，你都多少岁了？100岁了吧？半截身子都入土了，还来战场上凑什么热闹？回家等死吧！叫嚣！吃老朽一刀！苏老这是要擒贼先擒王，冲啊！给苏老打掩护！一个100岁老头，刀法再厉害又能怎样？死老头，让本将军送你一程，早点去阎王爷里报道。将军被一刀劈落马下，一刀就一刀，不可能！耶路齐将军是咱们北地排名前10的勇士，那个老头的刀有刀气，他还是人吗？怎么可能？一个100岁老头哪来这么大的力气？那把刀到底是什么来头？哈哈哈！苏老威武，一刀就一刀！北敌排名前10的勇士，连苏老一刀都接不住，兄弟们，跟着苏老杀呀！苏老无敌，火头营无敌，杀退北敌蛮子！保护将军，快保护将军！副将军上马，快撤！保护将军先走，我等殿后。谁也别想走！跑得越远越好，绝不能死在这里。拦住他！快拦住那个老头，给将军争取时间！好马儿，追！苏老一个人去追耶律齐了。别慌，苏老有汗血马，那些北狄人追不上他。相信苏老。擒贼先擒王，杀耶律齐，北狄大军必溃。骑兵营，跟我上，给苏老开路，挡住那些想阻拦的北狄兵！杀！随我杀！快跑！你怎么可能？你不能杀我！我是北狄大将军，右贤王不会放过你的。好狠的刀！你们的大将军已死，还有谁要战？一路将军死了，大将军被那个老头杀了！跑啊，快跑啊！再不跑就来不及了！我投降！耶路齐已死，北狄人败了！苏老！丁，恭喜宿主完成主线任务，在火头营打卡30天，获得奖励：3年逆龄100天寿元，大脑回春丹5颗，大力丸5颗，满级霸王教法。这股力气
主线任务终于完成了。88岁的身体确实轻快了不少，像卸了一块大石头。霸王枪法，好一个霸字！讲究的就是绝对的力量和速度，碾压一切，不需要花招，就是一力降十会。老朽的刀法虽猛，但马战冲锋，终究是枪更胜一筹。下次再遇猛将，一枪便可捅穿。丁，新主线任务已发布，请宿主在30天内收复大前玉州城。任务奖励3年逆龄，100天寿元，满级神剑术。玉州城30天，老朽接了。老爷子，老爷子，此番若非您手刃耶路齐，我军岂能有此大胜？秦昊待开全军将士，谢过老爷子救命之恩。秦将军折煞老朽了。老朽既然当了兵，杀敌就是本分，何须言谢？苏老，您辛苦了，此战已定，请苏老先行回营休息。末将定会将那些北敌残兵追杀干净。老朽不能休息。为何？您这岁数连续激战，兵法云：一鼓作气，再而衰，三而竭。如今北敌新败，主将被斩，正是军心涣散之时。若不乘胜追击，更待何时？即刻整顿所有骑兵，直取豫州，杀他个出其不意。好，说得对。北敌人定想不到我们敢反攻，此刻杀过去，豫州守军必乱。苏老有勇有谋，秦昊心服口服。全体骑兵听令，全副武装，带足3日干粮与箭矢，半个时辰后随苏老北上，收复豫州。天亮了，这个时辰，雅鲁齐将军想必已经拿下了清河县，说不定现在已经在城门口等着本王了。王爷运筹帷幄，有鲁将军决胜千里，此战一举定乾坤，北境5州13城尽归我北狄，南下中原指日可待呀！军师，此计能成，你也是头功，本王不会忘了你的功劳。王爷谬赞了，此功乃王爷所有。一个100岁老头不过仗着几分蛮力，他被自己的总兵逼得落草为寇，连军营都待不下去，还能翻出什么老话？一个老头而已。不错，那老头再能打，也不过是一介莽夫。本王略施小计，就让他身败名裂，无处容身。走，随本王去城口迎接耶路将军。本王要亲自为他斟酒。大前北境再无胜利庆功。王爷英明，我在城门口备好了10坛庆功酒，专等耶路将军凯旋。10坛，少了，少了。雅鲁将军此战功德盖世，至少20坛。王爷说的是，属下这就去吩咐。来人！备马！报，王爷，大事不好了！王爷，败了，咱们败了，3万大军全完了！什么？3万大军，有1万铁骑，会败？王爷，末将没有胡说，咱们中计了，从头到尾都在人家的算计里。说清楚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那个白发老头，他根本没有被追杀，他在清风寨落草是假的，全都是演给我们看的。那老头早就识破了咱们的离间计，故意将计就计。等咱们3万大军攻清河县时，他带着火头营和6000精兵从咱们背后杀了出来。3万弟兄首尾不能相顾，被人家打得七零八落。那个老头太可怕了。可怕？他一个人能有多可怕？王爷，您没见过他的刀。那把刀不是人间该有的兵器，一刀劈出去，咱们几10个骑兵连人带马，一刀全没了。咱们的铁甲、盾牌、兵刃，在他那把刀面前，跟纸糊的一样。野鹿将军呢？雅鲁将军，他冲上去了，他说要去会会那个老头，结果被那老头一刀斩于马下。雅鲁齐死了，一刀，3万大军全军覆没。王爷，那老头既然能斩杀耶路将军，那他会不会乘胜追击，直接杀向豫州？不可能，他们人困马乏，粮草也跟不上，怎么可能还有余力长途奔袭？王爷，那老头不能用常理来揣度，他敢以身入局，说明他什么都干得出来。豫州城现在只有2000老弱残兵，他若是快马轻骑，一夜之就能兵临城下。走，立刻去城门，调集所有能战之兵上城墙，派斥候出去，方圆50里内，给我死死盯着大前军队的踪迹。一个100岁老头，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？关城门，快关城门，别让大前人冲进来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不是说咱们已经稳操胜状，马上就能拿下清河县了吗？是啊，
耶路将军领着3万铁骑呢，怎么会让大钱的兵打到咱们城下？难道咱们的3万大军已经败了？不可能！耶路将军是咱们北地屈指可数的勇士，10余年未尝一败。对，3万大军里有1万是精锐中的精锐，大钱那群废物怎么可能打得过？都给我闭嘴！胡乱猜测什么？指不定是大钱的计谋，派一支疑兵来虚张声势，想吓唬咱们。你们就这点出息？耶路将军何等人物？北狄勇士身经百战，自踏入大钱北境以来未尝一败。此战他定能拿下清河县，凯旋而归。都给本军打起精神来，守住城门，等耶律将军回来。如果大钱军队真的打败了耶路骑，那王爷，他们真的来了，耶路骑真的败了，3万铁骑真的全军覆没了，而那个白发老人直接杀到城下了。3年前，我被北狄人从豫州城赶出来，狼狈逃窜。今天，我带着大军杀回来了。这一天我等了3年了，苏老，还得靠您啊！城墙上那些北狄人虽然不多，咱们硬攻的话，伤亡不会小。苏老，接下来咱们该怎么办？直接攻城吗？末将已经命人准备了云梯和攻城锤，只等您一声令下。不急，直接攻城，咱们的伤亡会很大。咱们得先攻破这群人的心理防线。攻破心理防线，这该如何做？打仗不就是真刀真枪的打吗？铁牛，过来。驾！苏老，可以行动了。你去把那东西亮出来，记住老朽跟你说的话，有多嚣张就多嚣张。注意城墙上那些弓箭手，别靠太近，300步外，他们的箭射不到你，安全第一。苏老放心，俺心里有数，保证让这些北狄蛮子终生难忘。驾！城上的北狄蛮子都给老子看清楚了，这是什么？你们的大将军耶律齐，3万大军的统帅，北狄排名前10的勇士，已经被我们的苏老爷子一刀斩下了脑袋，3万大军全军覆没。你们的耶路将军连苏老爷子一刀都没接住，你们还守什么城？等什么援军？你们的大军已经没了，你们的将军已经死了，识相的赶紧打开城门跪地投降，否则等苏老爷子杀上来，你们一个个都得跟耶路齐作伴去。那真的是耶路将军！你们看那张脸，那个胡子，我跟着于路将军打了3年仗，不会认错的，那就是耶路将军！天啊，于路将军真被杀了，一刀就能杀了于路将军，那个老头有多可怕？连于路将军都死了，咱们打不过的！闭嘴！再敢扰乱军心，本将军现在就砍了你！苏木，你这是杀人还要诛心呢！北狄蛮子，你们的右贤王拓跋汗不是号称算无一策吗？你们的军师司空玉不是自比诸葛吗？算来算去，把3万大军算没了，把耶路齐的脑袋算丢了！哈哈哈哈！就这还打什么仗？赶紧卷铺盖回去吧！让兄弟们进攻！弟兄们，杀呀！一鼓作气，拿下豫州城！快放箭！快，别让他们上来！箭呢？箭在哪儿？谁把箭搬走了？不要急，都他妈给我稳住！再急全掉下去了！别慌，都别慌，别跑！跑什么？回去守城！再跑，老子砍了你！将军，大钱的攻城锤，城门快顶不住了！滚回去！顶不住也要顶！谁再敢后退，本将军斩了他！本王怎么会败？几天前本王还运筹帷幄，如今竟输给一个100岁老头子。王爷，豫州城怕是守不住了，您赶紧趁此机会撤退。末将带人拖住他们，给您争取时间。王爷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烧啊！现在不撤，等大钱军队杀进城来，咱们就走不了了。咱们可以暂且退居青州，那里还有2万守军。到了青州再卷土重来，北境大半还在咱们手里。您若出了闪失，北境就真的完了。请王爷以大局为重。走，快护着王爷从北门走，快！八月10，替本王拖住他们。末将领命。王爷放心，末将就是拼了这条命，也不会让他们轻易踏进豫州城。是，来人，加派人手顶住城门，弓弩手集中火力，压住城下的大钱兵。苏老，这帮家伙死守城门，是在替拓跋汗逃命拖延时间。再拖下去，那老贼就要跑了，咱们怎么办？好马儿，该咱们出手了。驾！都给我散开！散开！苏老来了，快散开！一刀就把城门劈开了，那可是铁皮包的木门啊！苏老，还是人吗？那门有半尺厚啊！那老头是什么妖怪？跑啊！大钱兵杀进来了！这不是人能做到的事，这不是人！还愣着干什么？给老虎杀进去，杀光北狄蛮子，收复豫州城！杀！大钱的军队回来了，咱们终于不是亡国奴了！
北狄蛮子被打跑了，3年了，整整3年了！你看到了吗？大前的兵回来了，你在天之灵可以安息了。菩萨保佑，菩萨保佑！那个骑白马的是个老爷爷。嘘，别乱指，那不是普通的老爷爷，那是咱们大前的将军。将军，这么老的爷爷也能杀北达蛮子？老将军威武，大前万岁！都起来吧！要谢就谢咱们大前的将士，他们才是拼了命把北狄人赶走的人。老将军，您就是我们的救命恩人，没有您，咱们这辈子都等不到这一天。秦将军，你们终于收复了豫州城，下官等这一天等了太久了。下官替豫州城数十万百姓感谢秦将军，感谢大前将士。吴大人，您要谢就谢咱们苏老吧，要是没有他，咱们连清河县都守不住，更别说拿下豫州城了。苏老，这位吴大人，苏老的神威，以后您自然会知道。现在带我们进府衙吧。是，咱们得商量商量怎么守住豫州城，还有收复豫州城的大捷，必须得尽快上报朝廷，禀明圣上，这是天大的喜事啊！吴大人，先把豫州城的情况给老朽和秦将军说一说，百姓有多少，粮草还剩多少，城防损毁的严重不严重？是，下官这就让人去统计。恭喜宿主成功完成主线任务，在30天内收复豫州城，获得奖励3年逆鳞，100天寿元，满级神剑术。主线任务已发放，请宿主及时查收，继续收复失地。任务目标，请宿主在半年内收复北境其余4州13城。任务奖励10年逆鳞，300天寿元，满级降龙18掌。10年逆鳞300天寿元，竟然还有强龙18掌！金兄武侠中的天下第一刚猛掌法，若能以此对敌，半年时间收复4州13城，老朽不仅能活下去，更能在战场上所向披靡。雪儿，等爷爷收复北境，就去京城接你。当务之急是睡个安稳觉。陛下，北狄铁蹄南下，北境几乎全境陷落。如今徐总统率军驻守清河县，却迟迟没有捷报传回。臣担心我军恐怕什么？说清楚！父皇，儿臣以为不必过于悲观。徐世贵虽才干平平，但他那2个儿子骁勇善战，北狄蛮子再凶猛，一时半会儿也未必能突破防线。太子殿下此言差矣，生死存亡之际，岂能小瞧北狄铁蹄？3年前，他们凭2万兵马就占领了北境5州13城，其实力远在我大前之上。陛下，恕臣直言，徐世贵并非能征善战之将，若前线有变，大前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。哼，三王爷，您这是长他人志气，灭我大前神威。徐总兵手下数万兵马，秦昊又是猛将，怎会如此不堪？丞相此言怕是太乐观了。好了，好什么？前线情况不明，你们在这里争出个什么结果？都给朕闭嘴！启禀陛下，徐世贵从兵回来了，正在殿外求见。宣，快宣！陛下，陛下，臣无能，臣有罪啊！徐爱卿，快说，前线到底如何了？北狄人打到哪儿了？陛下，北狄铁蹄势不可挡，我军惨败，清河县已经失守了。安静，都给朕安静！徐世贵，详细说来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陛下，臣驻守清河，日夜操练，不敢懈怠。可那秦昊他不听臣的号令，竟然在军中重用一个来历不明的百岁老头。百岁老头简直荒唐！正是，那老头叫苏木，本是个种地的老农，不知学了什么邪术，在军中装神弄鬼。秦昊被他蒙蔽，言听计从。那老头还擅自骑走了臣准备献陛下的汗血宝马，那可是100年难遇的神驹啊！后来那老头叛逃，落草为寇，我军将帅不和，北狄趁虚而入，臣拼死杀出重围，才保住性命。陛下，这全是秦昊和苏木通敌叛国，扰乱军心啊！求陛下为臣做主。秦昊、苏木，好大的胆子！陛下，徐总兵一面之词未必可信，秦将军忠心耿耿，此事蹊跷，请陛下明察。哼，王爷，徐总兵九死一生逃回，难道还会说谎？秦昊轻信妖人，罪不可恕。启禀陛下，兵部侍郎王大人求见，北境紧急军报，豫州知府吴文远有重要书信呈上。豫州，吴文远，他不是被俘了吗？呈上来。豫州吴文远，这怎么可能？哈哈哈哈哈哈！
好，好啊，真是天大的喜事！豫州城能有什么好事？大前军队败了，清河县已经丢了。陛下何事如此高兴？豫州知府吴文远传来消息，我大前军队大获全胜，不仅守住了清河县，还收复了豫州城，斩杀了北狄耶路齐，打得拓跋汗逃往青州。陛下，臣斗胆一问，徐总兵方才说大前全军溃败，可吴知府的来信却说大获全胜，这两份消息截然相反，其中必有蹊跷。徐总兵，您身为北境统帅，不在前线指挥作战，为何会出现在京城？您所说的全军溃败，为何与吴知府的来信完？好，好啊，真是天大的喜事！豫州城能有什么好事？大前军队败了，清河县已经丢了。陛下何事如此高兴？豫州知府吴文远传来消息，我大前军队大获全胜，不仅守住了清河县，还收复了豫州城，斩杀了北狄耶路齐，打得拓跋汗逃往青州。陛下，臣斗胆一问，徐总兵方才说大前全军溃败，可吴知府的来信却说大获全胜，这两份消息截然相反，其中必有蹊跷。徐总兵，您身为北境统帅，不在前线指挥作战，为何会出现在京城？您所说的全军溃败，为何与吴知府的来信完全不同？徐世贵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信上写着，你身为总兵临阵脱逃，还三番五次追杀自己的将士，你该作何解释？陛下明鉴，这一定是北狄人的计谋，他们伪造书信，离间君臣，臣对陛下的忠心天日可见啊！陛下，徐从兵所言有理，北狄人狡诈多端，不可轻信一面之词。丞相此言原乃大前三品令官，被北狄人囚禁3年，誓死不降。这样的人会替北狄人伪造书信？三王爷，您这是欲加之罪，是不是欲加之罪？查一查便知。陛下，臣请旨将那送信之人传唤上殿，当面对证。准奏，传送信人上殿。传送信人上殿。张衡，秦昊手下的校尉，他怎么会活着？他不是应该死在清风寨吗？末将张衡参见陛下。你且将北境战事的经过一五一十说来。启禀陛下，末将奉秦昊将军之命，日夜兼程赶回京城，向陛下呈报北境大捷。此战我军在苏木老爷子带领下，击退北狄3万铁骑，斩杀大将耶路齐，收复豫州城。至于徐总兵，他在北狄大军压境之时，非但没有组织将士抵抗，反而带着2个儿子和亲兵从后营门临阵脱逃。我军之所以陷入苦战，正是因为徐总兵抽走了精锐兵力去清风寨追杀苏老爷子，导致大营空虚。陛下若是不信，末将有人证物证，军中数千将士皆可作证，徐总兵临阵脱逃之事千真万确。完了，苏木，你竟然算得这么准，我彻底完了。张校尉，本相问你，你口中所说的那位苏老爷子，今年高寿？100岁。100岁老人上战场杀敌，怕是连马都上不去吧？张校尉，您这是把陛下当3岁小孩哄呢？张衡，你竟然敢在陛下面前口出狂言，你可知这乃是欺君之罪？丞相大人，末将所言句句属实。苏老虽然100岁，却有一颗杀敌报国的赤子之心。他武功盖世，一刀斩杀耶路齐，乃末将亲眼所见。知府吴大人的书信中已经写明，军中数千将士皆可作证。末将若有半句虚言，愿领欺君之罪。陛下，臣有话要说。皇帝请讲。张校尉身处前线，亲眼所见，自然比咱们这些远在京城的人更了解真相。他说苏老先生100岁杀敌，臣也觉不可思议。可转念一想，100岁又如何？只要他拥有杀敌报国的能力，能替我大前收复疆土，斩杀敌将，那便是我大前的幸事。100岁高龄尚且参军报国，比多少年轻人都要壮志凌云。我等不但不敬佩，反而在此嘲笑，这难道不是羞耻吗？应该对老爷子肃然起敬才对。三王爷此言差矣。好了，此事真假，朕自会命人查探清楚。至于苏木，若他真能一刀斩杀耶路齐，那便是我大前的栋梁。张衡，你速速返回北境，告知秦昊，北境之事朕已晓得。苏木一事查清后，朕必定赏罚分明。你退下吧。陛下，臣斗胆进言，如此大功不可不赏。豫州城是将士们拼死拿下的，若无赏赐，恐会寒了前方将士的心。三王爷，万事当以证据为先，万一此事有假，陛下贸然封赏，岂不显得朝廷不明察秋货？等查明真相再定夺，方为妥善。
丞相说的对，万一是个骗子，百岁征战闻所未闻，不可不查。丞相所言也有理，封赏暂且搁置。至于徐世贵，押入大牢，等真相大白后再行处决。来人，带下去。陛下明察，请陛下明察呀！退朝。张校尉，本王方才在殿上力主封赏，可惜三王爷方才仗义直言，末将感激不尽。张校尉，你不觉得委屈？千里送捷，换来的却是暂且搁置。王爷，苏老和秦将军早就料到了。临行前，苏老特意交，只管10强禀报，论功行赏一事，别去想，也别去争。苏老还说，只要咱们全军一条心收复北境，等全境光复的那一天，朝廷想不赏都不行。王爷，末将还要赶回北境复命，告辞了。苏木，你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人，能让将士们如此信任，如此追随？清雪，你在干嘛呀？二姐，我在这里。清雪，你这是干嘛？我不是告诉过你，这些活都要让下人们干的吗？你怎么总是自己动手？你还这么小，怎么能做这些粗活？二姐，清雪可以自己做，爷爷经常教导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，不能什么都指望别人。清雪，你记住哦，现在咱们是姐妹了，你在萧家就是小姐，小姐是不用做这些活的。可是，安心当你的千金小姐就行啦。咱们去吃街口那家的糖葫芦好不好？可是爷爷说不能乱花钱。你爷爷说的很对，确实要节俭，咱们偶尔放纵一次总行吧？走啦走啦。芷秋，你要去哪里？爹，人家很快就回来。你们俩先别走，去把你大姐也叫来，我有重要的事情问你们。爹，什么事这么神神秘秘的？你们曾说过，当初在北京救你们的是一名100岁的老爷爷，是清雪的爷爷，确有此事。是啊，爹，那位老爷爷可厉害了，他一刀就能砍翻一个北狄兵，那刀法又快又狠。知秋所言极是，清雪的爷爷武功十分了得。清雪，你爷爷叫什么名字？苏木。苏木，真的是苏木！张衡在朝堂上说的100岁老人，吴文远信中斩杀鸭绿旗的老将军，秦号力保的军中战神，竟然就在我府上！好啊，天佑我大钱，天佑我大钱啊！爹，您到底在说什么啊？今日朝堂，徐世贵狼狈回朝，哭诉战败，可捷报随后就到。张衡当殿呈奏，说有一位100岁老将苏木，在北境力挽狂澜，一刀斩杀北狄大将军野鲁齐，收复了豫州城。天啊，老爷爷真的去参军了！萧伯伯，我爷爷他真的打胜仗，真的杀了那个什么将军。是真的。朝堂上虽然有人怀疑，但本王信你爷爷是大钱的英雄。清雪别哭，你爷爷是大英雄，你应该骄傲。知下之秋，你们听着，朝堂上有人想借此生事，如果他们知道苏老的孙女就在咱们府上，一定会利用清雪来对付苏老。他们敢？朝堂之上没有什么是不敢的，所以清雪的身份绝对不能对外人提起，除了咱们父女3人，不能让第4个人知道。爹放心，我和妹妹一定会保护好清雪。清雪，委屈你了，这段时间不能让你出门了。萧伯伯，我不委屈，只要能等到爷爷回来，让我做什么都行。苏老、秦将军，我从京城赶回来了，朝堂上那帮人简直无法无天。徐世贵那狗贼，明明是他自己贪生怕死，临阵脱逃，却恶人先告状。还有那丞相李元，更是百般质疑。满朝武文，唯有3王爷萧景珏仗义直言，替咱们说了几句公道话。我们在前方拼死拼活收复城池，他们在朝堂上抹杀我们的功造。这样的朝廷，难怪会变成今日这般颓废。自古以来，朝堂上的事从来就是这般。你打了胜仗，有人忌惮你；你立了功，有人眼红你。随他们去吧。苏老，依末将看，皇帝不还苏老一个公道，咱们就据守豫州，收复北境，谁爱来谁来。张校尉此言差矣，咱们参军不是为了朝堂上那些人而战，咱们是为了北境的百姓而战。老朽的儿子儿媳死在北狄人刀下，就算要停手，也要等把北狄人彻底赶出北境。到那时，老朽卸甲归田，去找老朽的孙女，过几天安生日子。苏老高义，末将惭愧。张校尉，老朽托你打听的查到了吗？苏老末将正要禀报，您猜怎么着？当初咱们救下的萧之夏、萧之秋2位姑娘，竟然是3王爷萧景珏的亲生女儿。末将悄悄潜入了萧府，亲眼看到您的孙女在院子里和萧家2小姐有说有笑，看起来很开心，非常安全。如此甚好，知道清雪安全，老朽就放心了。苏老、秦将军，大喜呀！什么喜事？豫州百姓听说咱们要收复北境，争着抢着来报名。目前已有6000青壮年。
而且还有一桩更大的喜事，清风寨的大当家尤忠义带着上千弟兄前来投诚，指明要见苏老。走，老朽去瞧瞧。尤忠义率清风寨、虎头山等1200弟兄前来投军。当初末将有眼不识泰山，多亏苏老不杀之恩。这一阵子我想明白了，占山为王终究不是正道，跟着苏老杀北狄人是真男儿的路。由苏老收留。起来吧，清河县那一战，老朽看到了你们的血性。只要大家愿意聚在一起杀北狄蛮子，老朽就欢迎。秦将军，给他们编入营中。从今天起，他们就是大前军队的一份子。末将领命。但丑话说在前头，进了军营就得改了匪气。谁若不听命令扰乱军纪，老朽绝不徇私，定当重罚。多谢苏老，我等必谨遵军纪。多谢苏老。军师，大王那边情况如何？对于豫州一战，他是何态度？王爷，大王他老人家说了，一次成败不足以摧毁北狄统领大前北境的意志。大王将全力支持王爷重振旗鼓，收复北境失地。而且，大王特地派了蛮屠和蛮萧2位勇士为先锋将军，率2万铁骑火速前来降驻，5日即可抵达青州。蛮屠、蛮萧，大王居然派了他们2个。正是，蛮屠将军北狄第一神枪，蛮萧将军北狄第一神射手。2位勇士皆是草原上万人敌的存在，有他们相助，王爷何愁拿不下豫州城？哈哈哈哈！好啊！苏木，你杀我大将耶路齐，夺我豫州城，这笔账本王要连本带利，统统讨回来。军师，你为何如此忧心忡忡？2万铁骑，2位草原勇士，这是天大的好事，你怎么反倒愁眉不展？王爷，此番大王如此大手笔增援，此战对王爷而言只许胜不许败。王爷可别忘了，您的背后还站着一位左贤王，他可是日夜盯着您的位置，恨不得您在北境失利，好趁机取而代之。若是此战再败，大王那边恐怕也保不住您了。不过军师大可放心，胜则北境尽归我手，败则无颜再见大王。本王留着底牌，左贤想从中作梗，没有那么容易。启禀王爷，蛮屠、蛮萧2位将军率2万铁骑已抵达城门口，来得好快！走，随本王出城迎接。末将蛮屠奉大王之命，率2万铁骑前来听候王爷调遣。末将蛮敖奉大王之命，前来听候调遣。好，有2位将军相助，本王何愁拿不下豫州城？王爷，末将听闻，那大前军中有一个100岁老头杀了耶路齐。正是，那老头名叫苏木，耶路齐与他交手，一招都没接下，便被斩于马下。2位将军，请随本王进城，本王已备好酒宴。王爷，酒宴不急，末将想先看看豫州的地形。苏木，你等着，这一次本王要亲手斩下你的脑袋，以雪我豫州战败的耻辱。五虎断门刀，你们学得如何了？回苏老，五虎断门刀法已全部学会。这1个月你们没少吃苦，老朽知道有人抱怨过，但没人离开，因为你们明白，这不只是刀法，是活命的本事。从今天起，你们不用再干火头营的活了。啥？不干了？那谁做饭啊？苏老，咱们不干了，军中的弟兄们吃啥？咱们始终是火头营啊！豫州知府已经找来了城中的厨子负责伙食。往后会有新的火头军接替你们，你们现在有更重要的事要做，你们将被分配到各营担任百夫长，任务就是把自己学会的五虎断门刀传授给手底下的兵。我要当官了，媳妇儿，我出人头地了。但是老朽丑话在前头，谁要是不用信交，偷奸耍滑，别怪老朽不客气。刺，收，枪要稳，心要定，一刀下去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，都打起精神来。这些后生，孺子可教也。丁，支线任务已发放，打造一支冷兵器时代特种作战部队，完成基础训练，具备独立执行侦察、袭扰、斩首等能力。任务奖励3年逆龄，100天寿元，玄铁铠甲1副。温馨提示：宿主接受任务后，可立即获得优化后的古代特种作战兵器图纸及训练计划，是否接受？特种作战，哪怕在冷兵器时代，也是扭转乾坤的尖刀。这任务老朽接了。丁，宿主已接受任务，获得特种作战图纸及其计划1份。有了这些，3万人对5万人未必没有胜算。收，再刺，刀要快，力要猛，盾牌举高，别露头，放，再放，不要停，放！将军，请
青州探子急报，北敌2万铁骑已抵达青州，统兵者是蛮土、蛮骁，已与拓跋汗会合。多少？2万！收复豫州还不到1个月，北敌人的增援怎么这么快？启禀都尉，此事千真万确。看看人家北狄大王战败了，立刻派兵。咱们收复豫州大功一件，到现在连句嘉奖都没有，更别提增援了。青州3万守军加2万铁骑，一共5万，咱们不到3万，一半还是新兵，这仗怎么打？去找苏老谈谈。苏老，秦将军、周都尉，来坐。苏老，青州急报，蛮土、蛮骁率2万铁骑入驻青州，敌军总数已达5万。苏老，5万对3万，朝廷那边没动静，咱们得想个招，主动出击吧。不急，你们先看看这个。苏老，这陌刀手弩，末将打了这么多年仗，闻所未闻啊！这些是老朽年轻时从一位云游匠人那儿学来的。北敌铁蹄冲锋，步兵难挡，可若有此陌刀，1丈之外可断马腿。手弩可单手连发3羽，近战突袭，防不胜防。马扎刀藏于盾后，专砍马腿。这是成体系的克制骑兵之法。末将明白了，末将这就安排豫州城所有铁匠赶工，先各造100件试效。好，还有一件事，去军中给劳夫挑选300号人。第一，能举300斤，连挥刀100次不喘气；第二，精通马背劈砍射箭；第三，必须有武功底子。苏老，您这是要干啥？按我说的去做，到时候你们自然会知晓。遵命。老朽也想看看这支特种军队在这片战场上能掀起多大的浪，可别让老朽失望啊！顾大哥，你说这到底是咋回事？俺正带着新兵练刀呢，突然让俺来这儿集合。天牛兄弟，你就别猜了，我听到风声，这是苏老的意思。你们想想，苏老是什么人？他把咱们从各营调出来，一定有他的用意。有兄弟说的对，苏老行事向来神鬼莫测，咱们等着就是了。你们说，将军们为啥把咱们挑出来？不知道啊，我还以为是我犯了什么事儿要被处置了呢。你们一定很好奇为什么会被叫到这里来。老朽今天告诉你们，你们300人是从3万大军中挑选出来的精锐，单打独斗厉害不算真厉害。老朽要从你们中间选出一批人，组建一支特殊的部队，一支来无影去无踪的利刃，能在万军之中来去自如，是各营的百夫刀。一旦集结，你们就是一把出鞘的利刃，能做到吗？能。可别答应得太早。看到那片山了吗？翻过去，再翻回来，30里，每人负重50斤，最后到达的50个人淘汰。30里山路还背50斤，俺虽然力气大，可这也太……军中军用练的是阵型配合，苏老为什么要让咱们翻山越岭？秦将军，您说苏老这是要干啥？我也不知道，但苏老既然这么做，一定有他的道理，咱们看着就行。都听好了，背上你们的背囊，排成一列纵队，跟老朽进山。谁敢偷懒作弊，老朽可不会客气。出发！快，别掉队，跟上苏老！我的娘嘞，这背道也太沉了！不行了，我不行了，腿软了！起来，快起来！秦将军，您说这300人能有多少撑到最后的？50，特种部队的第一课开始了。20天倒也快，50个人加上新打好的武器。今天这场深山演习，且看你们的本事。苏老，北敌那边有动静，秦将军请您速去府衙议事。二丫，苏爷爷，苏老，几天前几股北敌骑兵趁夜对清河县附近的村子进行了屠村，清风镇是其中之一。这3个孩子是仅存的幸存者，被巡逻的弟兄带回来的。畜生，有本事上战场，杀百姓算什么本事？他们这是报复。拓跋汗通过偷袭村子逼咱们分兵，一旦兵力分散，他们就能集中兵力攻打豫州或清河县。这招够毒，不管目的是什么，诛杀我大前百姓，那就必须血债血偿。苏老，咱们该怎么办？要派大军清剿吗？不必，派大部队正中下怀。将军，你安顿好这些孩子，剩下的交给老朽。老朽自会让那些屠戮百姓的知道，血债血偿是什么滋味。来人，传令，
特种部队全体集合！